今天给大家讲一部刚刚上映的恐怖新片《心魔》，据说该片的导演获得了温子仁的真传，而这次的剧本和拍摄手法也的确完美。故事开始，女主辛西娅突然出现在一间教室，她环顾四周查看情况，发现这里空荡荡的没有人影，低头看见一本狼和男孩的故事，但里面的内容却是乱糟糟的涂鸦，且每一页上都写着救命的字样。这时学校的铃声响起，辛西娅猛然感受到了一股力量，连忙来到外面走廊观察，似乎尽头的位置藏着什么秘密。见此情形的辛西娅没有慌张，她循着光亮继续向前，最终走进了一个昏暗的房间。只见正中央坐着一个秃头男，旁边的笼子里还关着一个小男孩。意识到这就是自己要找的地方，辛西娅缓缓地蹲下了身子。她告诉笼中的小男孩，现在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，只要他能勇敢地走出笼子，那么周围的邪恶会化为灰烬。然而小男孩还是害怕，他认为自己无法挣脱束缚。这时秃头男慢慢地转过身来，他眼前的水杯也突然炸裂，破碎的玻璃划伤了辛西娅，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劝说小男孩。此时秃头男的表情逐渐变得狰狞，直至架起姿势准备发起进攻。而随着辛西娅口中念念有词，他的身体猛然回到了现实。原来辛西娅是一名心理医师，她能通过意念进到患者的精神世界，并在那里找到心理疾病的源头。不过这种疗法存在危险，因为一旦两人在精神世界受到伤害，那么伤害也能映射到现实。辛西娅告诉患者已经找到原因，一切的根源全是来自童年阴影。事后女儿乔丹过来询问情况，她想知道妈妈刚才都看见了什么。辛西娅说她看到了患者的体育老师，那是一个经常虐待儿童的变态，患者被童年阴影困在一个牢笼里，因此只要他能走出来即可解脱。谈话间，家里的房门再次被人敲响。乔丹开门后看到了一个小女孩，小女孩说自己是瞒着父亲偷跑出来的，她得了一种怪病，想要找辛西娅帮忙。乔丹听后连忙将她引进房间，然后坐下来询问了一些基本情况。小女孩声称自己只有14岁，她在母亲死后被一个恶鬼缠身，听说辛西娅能驱赶不干净的东西，所以她才过来想碰碰运气。注意到女孩的手臂全是伤痕，乔丹不禁怀疑起这番请求，况且关于鬼神他也是第一次听说。 Is he here right now?女孩所指的方向没有任何东西，但她的表情却显得极其认真。这时屋内的辛西娅感觉了不对劲，可当她走出房间查看后，一个黑影吓得让她差点晕倒。同一时刻又有人大力敲门，来人正是寻找女孩的父亲。乔丹试图上前问话，女孩也呼喊着需要帮助，然而男人根本不理不睬，接着便强行带走了女孩。此刻的辛西娅还未回过神来，她在刚才分明看见了一个恶鬼。片刻之后，女儿将事情经过告诉了妈妈，她说对方是阿加莎推荐过来的，看女孩的举止不像是说谎。辛西娅告诉女儿不要再提及此事，如果女孩真的是被恶鬼附身，那么任何人都帮不了她。乔丹听后觉得妈妈在夸大其词，他认为医师的天职就是救人。接着两人就此话题大吵一架，但辛西娅依旧没有妥协。当天晚上，辛西娅找到女儿谈心，并重申了关于恶鬼有多危险。可惜女儿还是无法理解，她觉得危险不是拒绝的理由。再说了，还没尝试怎么就知道危险呢？辛西娅告诉女儿，有些时候不能逞强，就像乔丹爸爸的死就是一个例子。The world believes in science, not spirit. One day when you can see, I hope you have the sense to know when to help and when to protect yourself. Okay? 似乎是触动了内心的柔软，乔丹只好闭嘴不再讨论。深夜，躺在床上的乔丹做了一个梦，他梦见自己回到了小时候，眼前还摆着一个爬向阁楼的梯子。乔丹缓缓地走上前来，然后轻声呼唤了一声爸爸。醒来后的乔丹习以为常，他已经不止一次梦见过这个场景。次日清晨，明媚的阳光洒在玻璃窗上，乔丹则一身休闲走了出来。辛西娅见状询问女儿要去哪儿，乔丹回答说要出去和朋友玩，有可能到了晚上才能回来。听闻此话的辛西娅还想继续发问，但女儿已经急匆匆地离开了家。事实上乔丹说谎了，他并没有去找什么朋友，而是来到了阿加莎的家里。经过一夜的思考，乔丹决定亲自去帮助小女孩。阿加莎曾是辛西娅的一名患者，不过后来却成了家里的朋友。乔丹没有废话，直接挑明目的，他想知道昨天女孩的具体情况。阿加莎也没隐瞒，当即回答说女孩的父亲是一个木匠，他在定制家具时得知了女孩的病，所以才推荐他去找辛西娅帮忙。在得到明确的答复后，乔丹依据地址来到了女孩的家，这里看起来悄无人烟，房子则是只有一层的简易房。乔丹先是敲了敲门，无人应答，于是便绕到了房子的后面。他从地下室的窗户发现，里面好像就是昨天的小女孩。为了一探究竟，乔丹壮着胆子打开了后院的门。房间内静悄悄的，没有人影，一种诡异的氛围油然而生。依据地下室的方向判断，很快一扇房门映入了眼帘。不过这扇门好像是个装饰，里面竟然是一层薄薄的厨衣柜。聪明的乔丹没有立即离开，他下意识地拨动衣服检查，随即便看见后面还藏有暗门。转身在屋里找到一把趁手工具，乔丹直接将暗门的锁给撬开了。
也正如自己的猜想，暗门里果然是刚才看到的地下室。小心翼翼地摸进来寻找，乔丹不多时就感觉到了小女孩，然而未等他看清状况，下一秒却遭到了偷袭。与此同时的辛西亚很奇怪，女儿突然挂断，她没有听清最后的话语。恰在此时，阿加莎也拨打过来，她想知道乔丹有没有找到女孩。此话一出，让辛西亚瞬间清醒，立刻猜到女儿可能遇到了危险。另一边，乔丹醒后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密闭房间，手腕也被捆了结实，缓缓地扭头查看，旁边还有一个几乎枯萎的女人。就当乔丹感到不知所措时，小女孩的父亲走了进来，乔丹连忙哀求对方放过自己，声称自己是过来帮助女孩的。然而男人听后毫不在乎，他说没有人可以提供帮助，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寻找食物。乔丹还想说些什么，可男人根本听不进去。这时小女孩悄悄走了进来，她没有言语，径直走向乔丹，接着把自己的手放了上去。只一瞬间，乔丹感到了生命流逝，很显然恶鬼正在汲取他的能量。待到身后的触手缓缓松开，乔丹的胳膊上却多了一道伤痕。小女孩带着愧疚的语气感谢乔丹，她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场面。夜幕降临，男人砸碎乔丹的手机，接着他让女儿帮忙收拾物品，他们要把乔丹的车子沉入湖底，以便消除痕迹，让周围恢复正常。这时的乔丹正在拼命挣扎，但好在终于让胶带裂开了缝隙，不敢有丝毫的耽搁。乔丹急忙解开旁边女人的绳子，他想带上女人一起逃走。然而就当乔丹刚刚开门，岂不料男人已经堵在了门口，眼见已经无路可逃，乔丹只好祈求男人放过自己，并坚称自己的妈妈一定可以救女孩。僵持中，小女孩冲了过来，她挡在乔丹的面前求情，希望父亲不要再滥杀无辜。Riley, move! 乔丹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他想让小女孩一定要坚持住，可小女孩还是渐渐地没了呼吸。恍惚之间，乔丹突然感到了头痛欲裂，下一秒有什么东西钻进了自己的身体。其实这是恶鬼的转移，小女孩的死让他重新选择了宿主。恢复意识的乔丹起身就跑，已然不顾了还在搏斗的女人。男人扭过头查看女儿，嘴里自责万分，但也无可奈何。此时的乔丹刚刚逃出房子，随即便看见了赶来的妈妈。所幸这一次有惊无险，相信乔丹再也不会擅自行动了。这时男人也跑出来启动车子，他在警察赶到前迅速逃离了现场。第二天，辛西亚带着女儿到警局录口供，可事情的真相却让警方无法相信。警员觉得乔丹可能受了莫大刺激，所以才会说出不着边际的话语。临走时，警长告诉辛西亚，他们在案发现场发现了大量尸骸，其残忍场景犹如地狱一般。虽然嫌犯已经逃离了市区，但他还是会派遣警员守护辛西亚一家。回到家后，辛西亚意识到女儿可能出了问题，于是他决定到乔丹的精神世界看看。恰好阿加莎也在这里，辛西亚便嘱咐他必要时叫醒自己，这样他就能在危险时安全撤离。在做好一切准备后，辛西亚只一秒就脱离了现实。此时的他站在昏暗的街头，周围萧条的景象充满了诡异。他缓缓地挪动脚步，四处观察，不经意间看到了自己的丈夫。只见一张报纸上刊登着一则新闻，说是一名男性心理医生选择了自杀，原因是他没有救回一名患者。辛西亚料到自己会看到这些，但此刻不是他伤感的时候。随着口中的咒语念念有词，下一秒的辛西亚回到了老宅，这里藏着他最不敢面对的心魔，同时也是女儿童年阴影的所在地。或许这就是医者不能自医，一切都要依靠顺其自然才能化解。门口坐着的小女孩是乔丹的小时候，辛西亚询问她是否要进去，女儿则摇了摇头。随后辛西亚独自走进房间，而这里一如既往的模样没有改变。当看到一家三口的照片出现碎裂，辛西亚立刻断定家里住进了其他人。先别回家！这一巴掌将辛西亚瞬间拉回现实，不过他也知道了恶鬼附在女儿身上。刚刚发生的一幕让人惊骇，可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？为了找到解决恶鬼的办法，辛西亚只好对原来的小女孩展开了调查。不久后赶到一家医院，这里曾是小女孩母亲病逝前的那一家。经过询问，小女孩的母亲的确死在了这家医院，但她的主治医师在之后就选择了退休。事不宜迟，按照地址找到医师的家。辛西亚谎称自己也有类似病患，所以他想知道医师是如何处置的。医生见辛西亚不像是说谎，于是缓缓讲述了当时的经历。40年来，众多老医师从未见过如此病症，患者像是被什么东西蚕食，所有器官都在逐渐衰败，没有人能诊断出这属于什么病，就连世界上最尖端的仪器也无法检测。She reached out her hand. She said, "Don't be scared. It's worse if you're afraid."
I could feel it pulling, every part of my body being sucked towards her. 医生说这一切完全超出了认知，所以大家一致认为这应该是超自然现象。医生说着给辛西亚看了自己的伤疤，显而易见，但凡被恶鬼吸过的人都有痕迹。医生接着说，在最后的日子里，他的女儿一直陪着患者直到死去。听完讲述的辛西亚很茫然，医生则警告他最好远离，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。回到家后，辛西亚开始翻阅相关资料，试图想找出前人是如何解决的。所幸有一篇文章显示，如果要彻底甩掉恶鬼纠缠，也只有2种方法可行，要么让恶鬼转移到其他人身上，要么进到恶鬼的精神世界杀死他的内核。辛西亚看后表情凝重，他觉得自己的能力有限，所以想要做到这2点根本不太可能。当天夜里，睡着的乔丹又做了同样的梦，不过这次的场景却发生了变化，无数个诡异的藤蔓从阁楼里伸了出来，就好像要吞噬整个梦境。乔丹下意识地走上前观察，发现阁楼里正传来听不清的低语。乔丹费了好长时间才缓过神来，但这时他又看到了奇怪的一幕，自己的房门竟然被莫名打开了。同一时刻的阿加莎也苏醒过来，似乎大家都察觉到了不对劲。乔丹蹑手蹑脚地来到外面查看，他总觉得身后好像有什么东西，而就当他来到楼下后，不多时眼前又出现了恐怖景象。待到辛西亚发现阿加莎昏倒，女儿已经被小女孩的爸爸劫持走了。辛西亚惊慌失措地呼喊乔丹，可一切还是太迟了。眼见找不到女儿的身影，辛西亚不得不冲出来呼叫警察，而车内的警察这才想起了自己的职责。半小时后，辛西亚再一次来到警局，此时也就这里还算安全。警长安慰说已经出动了全部警力，认为应该能很快抓到嫌犯。与此同时，男人用皮卡将乔丹运到了一个丛林，他打算在这里秘密活埋乔丹。其实男人的目的并不是打击报复，他想以此方法彻底消灭恶鬼。木箱的晃动很快惊醒乔丹，他拼命拍打箱子祈求饶命，可男人已经铁了心了自己的想法。乔丹的苦苦哀求没有起到作用，男人还是将他拖进了挖好的深坑。男人满意的看了看自己的杰作，随即转身离开了现场。尽管他的做法如此决绝，可恶鬼真的能被这样消灭吗？没过多久，辛西亚正在听取警长的搜索进展，下一秒却被告知凶手已经选择自首。看到这一幕的辛西亚大喊大叫，愤怒地质问对方把女儿绑去了哪里。冷静后的辛西亚恳求警长，他想单独和嫌犯谈一谈。按照警局章程，这不符合规定，但鉴于辛西亚是一名心理医生，警长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。随即两人来到审讯室，辛西亚二话不说便开始了施法。随着辛西亚嘴里念念有词，辛西亚一瞬间来到了男人的精神世界。这里是小女孩母亲临终前的画面，她握着母亲的手痛哭流涕。也正是这个时候，恶鬼选择了转移。此时门外站着同样痛苦的男人，但这悲情的一幕并不是辛西亚想看的。接着他搜索了更多的回忆画面，包括女儿如何被绑等等。经过一番深入探索，辛西亚看见了皮卡车经过的地方，并最终将画面定格在了掩埋现场。No. You have to leave her. Get out of my head. 回到现实的辛西亚知道了真相，男人也意识到了不对劲。他说乔丹必须死，不然恶鬼还会残害更多的人。警长对此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也隐约猜到了辛西亚的能力。此刻的辛西亚不敢有任何怠慢，他立即叫上阿加莎帮忙，接着便驾车匆忙离开了警局。另一边，当感受到乔丹的恐惧越来越大，恶鬼也慢慢地钻出了他的身体。在乔丹正式死亡前，他必须吃掉宿主才能存活一段时间。同一时刻，凭借着脑海中的记忆，辛西亚和阿加莎来到了掩埋现场。不多时的功夫，两人便锁定了乔丹被埋的位置。就在警方一路跟随进入丛林时，辛西亚也终于挖到了木箱。Jordan, she's alive. 此时的乔丹已经快要死了，但好在他还有一丝被挽救的机会。辛西亚告诉阿加莎，现在乔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所以他要再次进到女儿的精神世界，并找到恶鬼阻止他继续吞噬。为了施法不被打扰，阿加莎必须出去引开警察，不然现在所做的一切全都白费。阿加莎听后心领神会，当即从坑洞中爬了出来。而随着辛西亚开始施法，睁开眼的他又一次来到了精神世界。辛西亚快步走到房子面前，一眼便看到了成年后的女儿。此刻的乔丹十分虚弱，他想陪着妈妈一起进去，但辛西亚却阻止了他。他不想让女儿跟着自己冒险，随即提着一盏油灯进入房间。这一次的诡异程度比上次更甚。辛西亚知道自己无法对抗恶鬼，因此他已经决定将自己献给对方。
不过如果出现合适的机会，他也会尝试反杀。没多久，拐入一个走廊，正前方的梯子却让人望而生畏。辛西亚根本不想上去，因为阁楼里面藏着他的心魔。为了救回女儿，辛西亚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前进。片刻后，爬上阁楼，他借助灯光开始扫视这里的一切。请注意中央吊着的这具尸体，他是辛西亚的丈夫，也是辛西亚一直以来不敢面对的心魔。自从丈夫死后，阁楼里变成了母女俩难以逾越的鸿沟，强压着自己内心的折磨。辛西亚避开丈夫向角落走去，很快恶鬼出现在眼前，他慢慢的靠近辛西亚，嘴里还不停的说着为我的话语。就在这生死较量的危急时刻，辛西亚缓缓地抬起手臂，并精准按住了恶鬼的眉心。随着口中的咒语逐渐生效，下一秒的辛西亚来到了恶鬼的精神世界。这里犹如一个山洞，到处都是黏糊糊的藤蔓。顺着通道一路前进寻找，辛西亚最终来到了恶鬼的老巢。与此同时，乔丹也壮着胆子走进了房间。与自己的童年阴影相比，没有什么比妈妈更重要的了。很快，乔丹爬上了阁楼，他又一次见到了选择轻生的爸爸。尽管自己的内心痛苦万分，但此刻的乔丹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。这时，警长循着地上的痕迹，他意外发现了辛西亚的身影。Cynthia, wake up. Wake up, wake up. No. Oh, it's not now. 警长的呼喊让辛西亚失去了目标，他环顾四周，四处寻找，但还是被暗中的恶鬼埋伏。一根根触手突然窜出，分秒间便死死地困住了他。Cynthia. Just keep looking. Whatever you're doing, hurry it up. 同一时刻的乔丹也找到了母亲，他用力将辛西亚的手臂放下，但这一招并未中断施法。仔细观察母亲的表情，她像是被困在了精神世界。事实上，老巢内的恶鬼已经占据上风，他正在一步步爬向被捆着的辛西亚。而就在恶鬼张开大口要美餐一顿时，这里又突然出现了一道身影。Feed on this. 趁着恶鬼吃痛的间隙，乔丹赶紧解开母亲的束缚，接着两人一起举起了手中的武器。随着一下又一下的疯狂输出，恶鬼最终被母子两人剁成了肉泥。至此，恶鬼的内核被彻底摧毁，这也算真正意义上消灭了邪恶。待到辛西亚猛然回到现实，一切也都宣告了结束。聪明的警长瞬间明白怎么回事，他连忙呼喊队员过来帮忙。We found her! Get EMS here now! Call it in! Get EMS here! Thank you. 6个月后，辛西亚再次拜访了女儿的精神世界，可这一次的场景却发生了巨大变化。辛西亚来到女儿面前，表示要带乔丹的小时候去看望父亲。随即两人一起走进房间，并来到了通往阁楼的走廊。在母亲辛西亚的鼓励下，乔丹独自爬上了不敢上前的阁楼，然后解开了吊着父亲的绳索。随着父亲的尸体被放下来，乔丹的心结也被彻底打开。故事的最后，母女两人在劫难中不仅杀死了恶鬼，也同时解开了他们无法解开的心魔。讲真，看完此片让人觉得眼前一亮，也不得不说它的剧情有点意思。虽然前段的叙事稍显无聊，但后段的紧张和反转也足以撑得起这是一部精品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参看原片，推荐指数7颗星。